哎，师傅坐好，咱们出发。今天是老饭骨团建，目的地密云。这边这次团建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团建我也第一次团建，我这心里还没点着蛋。在这儿啊，还得宣布一下啊，我们网友粉丝们还有小伙伴，为了这次把团建搞好，我和二伯呢一人带了本老书啊。过去都是言传身教，所以说就是靠书本。因为过去那个老的菜谱啊，全是以文字来表达，读懂了以后，你才能把这菜做得好。具体什么书呢？等到我们到这个团建的现场，我会给大家展示的。不是展示啊，还有做菜，把那些有故事、有情节的老菜，告诉我们的小饭骨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。二伯，一句话啊，一句话啊，就一句了。其实啊，你大爷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老书不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带着书的意义很大。隧道中有连续热线拍照，请小心变道。咱们距离啊还有一段路程，你们先吃点小花碗，先垫一垫吧。可以。小花碗，想吃吗？哟，这边雪不小啊。这北边的雪比市里没怎么下。这小花碗吃了，还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大爷，您别着急，咱们到了地方啊，咱们把咱们的大菜拿出来。佛跳墙在那儿备着呢。嘿，亮子，我们期待着啊！你好好开车。好嘞。我和二伯准备要睡了。知道今天团建要干嘛吗？团建不是喝酒。不是，不是。大爷二伯说要给你们上一课。一般上一课就是可能犯错误了，要上一课。晕车的随哥已经迷茫了。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看看，到了。老饭骨来了。你不能这么说，老饭骨进村了。我们这次带来的老书也带来个老菜啊。我呢先说说我这个老菜啊。这本书呢是我师傅编写的啊，淮扬菜部分是北京饭店在建国以来的第2本书，这是1984年出的。这本书呢是1988年我写的啊，二伯这书呢，你看看，显得比我这比较陈旧点儿。刚强那是哪年的？1974年12月，北京市第1府局啊，我照一下啊。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局呢。啊，这是我师傅上学的时候。这2本都是也是提前的。1973年5月。你看这个书为什么它有传承的意义？你看，无意当中呢，我翻出一个东西，这是我当年随便写的一个东西哈，当厨师长的时候写的这些东西，这个料干，这肯定是绝版了。其实你看一张破纸，但是小便条，但是非常珍贵。所以说，这一张纸是我跟你说，我看这张纸我快流泪了，因为40年就过去了，这是我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的东西。估计出菜谱呢没有这个画片啊图案，基本都是文字，但是每个文字写的非常清晰。每次搞国宴，我们师傅是一支笔。你要作为下边荤菜的，保证最后不会亏，也不会剩很多。当我拜这师傅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傅就告诉我，说啊，你一定要把你师傅这门手艺得学下来。我师傅这个原来所传承的一个老菜叫宝石虾球，是吧？我把这宝石虾球这个菜呢也给大家念叨。宝石虾球原料：主料大虾肉500克，肥膘肉100克，也就是说1斤虾肉要搁2两肥膘，这个配比数就出来了，是吧？这个杨明，你看一下书是不是500克放100克的一个肥膘来？是嘞，上面写到了几啊？对。2. 配料：豌豆粒50克，冬菇25克，胡萝卜100克，
宝石虾球为什么叫宝石呢？啊，今天先看看啊，这叫玛瑙，嘿，五彩缤纷了啊！翡翠，翡翠，对，白玉，你看我都知道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黑宝石，琥珀啊，琥珀。前面是要粗加工，后边开始细加工。第一个过程书上怎么写的？先把虾肉弄干净，看看，然后劈开，给剁成馅儿，虾蓉，肥膘切成粒儿，啊，一字不差。葱切段，姜切片，加料酒制成葱姜酒水，加葱姜酒水，胡椒粉啊，盐、味精、蛋清、淀粉。先把这搅成劲儿啊，这很快啊，说起来就是3分钟。把馅儿呢多了出去，摔下，一看就有劲儿了，就说明它这盐啊就 OK 了，重量越来越重了。哦，好了，将各种主配料合在一起，翡翠、珍珠、玛瑙、琥珀5色宝石，哎，搅拌上劲儿，挤成虾球。将挤好的虾球下锅，用小火紧炸熟。过去老师傅讲什么？炸这东西什么叫熟了？浮起即熟。漂亮。一般我们过去这种炸的菜，要不就要炸的焦焦的啊。对，沁炸法，这要清嫩嫩。油温。虾球浮起，捞出控油，装入盘中即可。你看这个颜色啊，难以。3. 特点：虾嫩味鲜，各色配料犹如珊瑚、翡翠、琥珀、玛瑙、水晶之类，因此得名宝石虾球。大爷讲这个宝石虾球就到此为止。二班有一道好菜，也是传统老菜。谁是鼓掌？什么老菜？实际这道菜呢，说是简单。你看豆瓣鱼，豆瓣鱼呢是我师傅的传承。我先念一段这个烹饪的理解，就是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上的第1堂课。记得特别清楚，烹饪是什么？烹饪学，你看是研究食物原料的性质，啊，刀技切备、烹调方法和菜肴的色香味形，以及如何保护其营养价值的一门科学。可能你们都在岗位上都是主厨，都是老板，手艺再高超，我也希望你们老饭馆的传承人啊，不要偏离了方向。啊，就是这是我这跟大爷的一点希望，是吧？下面呢，我就把这豆瓣鱼这个要求一字不落的念一遍。豆瓣鱼，第一是原料，主料鲜鱼1尾，什么鱼都可以。第二呢是调料，是吧？调料是花生油、葱、姜、蒜、豆瓣酱、酱油、醋，是吧？糖、料酒、味精。团粉汤。2呢是制作方法：鱼去鳞、鳃、鳍，开膛去5脏，洗净，在鱼身两面斜系1字刀纹，葱姜蒜均切成碎末。条件有限，这鱼呢，你看只能给切成2段了，没办法。它没有过多的调料，就是鱼、葱姜蒜。你看这鱼，那包括鳃也好，是吧？鳍也好，全部得绞掉了。然后呢，烧热油，将鱼炸到7成熟，它不是完全炸熟了。其实为什么过去的书它写的这个含金量也好，你别瞧文字简单，现在这鱼炸的都非常干。你看烧出鱼里边不嫩，它要求你炸7成熟，啊，这就是烹饪要求。要不能翻码，定住神儿来翻。哎，还行，真行，没问题，行，挺好。书上7成，炸成煎成7成熟啊！我这7成熟的给捞出去行。对啊，行了。然后捞出鱼，留下一些油，下入豆瓣酱炒酥。这个一定要煸酥了它啊，煸不出它只有那些臭牛肉。煸酥了它又不能煸糊了啊。好，第2步什么？来，师傅，好嘞。再下入葱姜蒜炒一下。有人不敢说的是，这你怎么掌握那么清楚？我看着书的师傅，我看着书的。留下一些葱，啊，加入汤、酱油、糖、料酒，料酒，酱油，比较稳。再来点糖，糖别太多。好啊，加开水啊。好，好。
把鱼放入锅内，我先烧吧啊。师傅，这个烧多长时间？现在烧它把这汁儿啊，基本的汁儿泡去多一半，烧去多一半，多一半都剩多一半。嘿，这个颜色啊，剩下的汁呢能打上芡就够了。这鱼怎么着也烧到对。好，师傅，咱们这鱼20分钟了，差不多好了。当当当，哎呦，好，吃的就是这火候。走，哎，收汁啊，最后一步，料渣避出去。收汁了，按照他的要求，初勺是加入醋和一些油，是吧？来点醋，来点味精，少来味精，下入味精勾芡，拉长馅是吧？让它熬得匀啊，起个泡，来点油，葱油。来，我们再来点葱花，嘿，这点睛之笔啊！最后来点葱花，啊，行了。这个不但能烧桂鱼、草鱼、鲤鱼、鲈鱼，全行是吧？什么鱼都行，够亮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它有一个注解，此菜要求吃出酸、甜、辣、咸各味儿。活鱼可不用油炸，只用少许的油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。特点。鱼肉鲜嫩，口味辣中带甜酸，四川名菜之一。今天呢，为什么把这个菜谱念一念？我记得我老师啊，上学的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：你既然选择了烹饪这行，那你就选择了付出，是吧？你就从今以后你选这行，你就没有休息日了。等我们离开岗位的时候，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。其实就是凭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些经验来讲，要传给后人。其实当时特别是看到社会现象有一些不好的现象，是吧？有一些比如说这么大盘的菜，这么一疙瘩这么一丢丢点东西，对我们这行有误解，都是有曲解的意思。所以说我跟大爷是吧，尽我所能，是不是要把这份传承好？我们老饭骨。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2年了，我相信在今后的道路上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们要走下去，是要坚守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大爷？好，好，接着说。因为200的这些书，大爷存这些书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，是吧？可能大家永远也见不到，是吧？没有老饭骨的呈现，大家可能也听不到一些老饭骨背后的故事，是吧？还有一些菜的故事。我有时候常跟随波说，我们是耍手艺的，啊，我曾经也说过，你看中国有4大手艺人，其中一个手艺人就是我们厨师。另外呢，我们老饭骨还要继续的走下去，是吧？工匠精神是坚持下来的，不是说下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今天为了表示那个小饭骨的这一天得来的表现。给大爷发一小奖，可以，怎么样？天凉了啊！谢谢师傅，把温暖要制造，这个好，一个人的身上。哎呦，谢谢大爷。哎，这两亲自发，还有我这个有，必须有。谢谢大爷。对，今天来者都有啊，来者有份儿。然后，师傅来了是吧？谢谢啊。你大爷想的多周到。金汤佛跳墙滋补火锅，看没有？这边的鲍鱼、海参，我们的金汤，看着很认，全是大海参、大鲍鱼啊，还有这么多的羊肉、虾、鱼丸、虾丸、鱼片啊，还有我这边的烧饼、羊肉片，还有各种蔬菜，配上金汤，那吃的美美的。老饭骨团建，好。